同样是国际顶流女明星，花花和福宝吃笋有何区别？小福吃笋主打一口都不能浪费，只见他仔仔细细一层层剥去笋皮，随后断成2截，把笋头牢牢攥在手里，再慢条斯理地享用最鲜嫩的笋尖尖，甚至连同上面的笋皮一起嚼吧嚼吧。据说福宝之所以如此珍惜食物，是因为韩国竹笋种类很少，为了让宝家族一年四季都吃上笋，就只能冰冻，但这样做就会导致口感发苦。而中国地大物博，竹子笋取之不尽，就算熊挑食也能找到一款合适的竹子。因此回国后的小福在尝到家乡笋后，直接被俘获味蕾，舍不得浪费一丁点美味。相较之下，从小生活在四川的花花，因为吃过太多好东西，所以主打豪横。只见花宝鸡一口咬掉大半截笋屁屁，随后里3层外3层疯狂扒拉笋皮，最后只剩一丁点笋尖尖才开始享用。这迪拜式吃笋大法，谁看了能不牛？此外，两熊还有个共同点，都不太会掰竹子。由于在韩国吃的是爷爷劈成小节的竹竿，因此回国后小福对长长的竹子犯了难，费了老大劲才从上面撕下来一小条。随后福宝又精心挑选了根劈好的竹子，一手扯一边，简直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奶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击中姨姨们的心巴。对此萌二表示宝贝要龇牙才能掰开，而花花掰竹子同样主打3天饿9顿。只能说虽然熊猫的咬合力能和狮子媲美，但我们花菊还有药物在身就不参赛了。都知道福宝回国前最喜欢吃胡萝卜，每天都和妈妈斗智斗勇抢上一口，可回国后由于好吃的实在太多，如今胡萝卜已经不是小福的首选了，甚至尝了一口觉得不好吃还会直接扔掉。当奶爸收猫福宝赖在树上不下去时，徐奶爸直接掏出小福召唤神器大笋，福宝本想置之不理，但奈何难扛诱惑，小吃货便见好就收，屁颠颠跑回家去了。虽然经纪人徐奶爸非常社恐，但在照顾福宝方面格外尽职尽责。小福坐在熊洞酷炫饭的时候，奶爸就化身战歌疯狂拍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福宝的可爱瞬间。或许是因为我们福宝魅力无边，据说隔壁和一天到晚啥也不干，就趴在木架上遥遥望着小福了，像极了当初乐宝爬上树偷看爱宝。不知福猪猪未来是否有机会做妈妈呢？但无论如何，只要小福每天开心心，无忧无虑，姨姨们也就放心了。高温下大熊猫都是如何营业的？萌二紧急撤回了一个猫藤好，萌二硬着头皮又跑出来想要溜达几圈，但奈何地面实在烫脚，只能刷个脸后秒下班。我来了，太热了，烫脚，下班了。相较之下，萌大就比较聪明了，因为既怕热又怕游客看不到自己上班，大哥直接趴在门口睡觉，露出猫头，主打一个营业了又好像没营业。由于莽小五的飞机跑车先后被搬走，误以为自己破产的他顶着高温坚持营业，借此赚生活费，静待未来某天东山再起。谁料当忙碌许久的小五躺下休息时，后背被滚烫的水泥地狠狠咬了一口，烫得他滋哇乱叫，赶紧回家跟妈妈告状。莽仔勃然大怒，跑出来踢好袋儿出头，哪个天杀的敢欺负我家孩儿？可没曾想罪魁祸首还没找到，莽妞妞就感觉自己的脚底板烫得不行，麻溜的就回去了，心想真是怕了，我们娘俩惹不起但躲得起。而为了让熊孩子在炎热的夏天感受到凉爽，长隆动物园特地花大价钱制作豪华冰床，据说每台造价10几万，每个月电费都有6万，外场也有冷气降温，熊孩子们经常一坐就是半天。就是说第一次在熊猫身上看到仙风道骨。不仅如此，饲养员还会准备消暑下午茶，特制凉茶、消暑雪糕、肠粉及云吞面应有尽有。就是说这样的熊生就连两脚兽都羡慕。都知道靓女雅一凭借空中瑜伽火遍全网，此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开粉丝见面会，热情的她还会连翻跟头哄姨们开心。可当天气一热，雅一也不思进取了，找块风水宝地，眼一闭就开始呼呼大睡，只留给姨姨们一坨又圆又白的熊腚。如果实在不想营业，还会自己把门关上。看来就算是熊猫成名后也会耍大牌。而花花能成为顶流，靠的不仅仅是外貌，还有全基地最高出勤率365天风雨无阻，每天早睡早起，不到6点就起床要早饭吃。中午别的小熊都午睡，唯有花花还在营业。只能说花宝鸡能荣升为局长不是没有原因，不过或许正是睡眠不足，花花才长不高吧。如果说花花认真营业是因为喜欢人类，那喜乐不愿回家却是想让奶爸死网上。你就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回去吧，行吧，太热了，孩子，回去吧，行吧。感觉奶爸就差给喜乐跪下了。果然叫姑奶奶的熊都不好惹，大熊猫香果用实力证明，杭州才不是什么美食荒漠。眼前这只胖成攀枝花的豹子，躺下一只脚都得悬在半空的小熊，就是杭州动物园馆长香果。刚到杭州时，他还没有这般膘肥体壮，甚至因脱毛显得四肢又细又长。可自从住上单间不用挨春生的揍后，香果就直接开启干饭2倍速敞开了吃，一口一口把自己从熊猫吃成了熊猪。以前都是他和春生两熊一起卡门，可如今香果一熊就能堵得严严实实。对此有活阎王辣评赶紧把春生放进去，帮止不炫饭的香果妹妹锻炼下身体。其
其实香果能胖成这样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之前他还在基地的时候就特别能吃，一口下去感觉南瓜都要被闷死了，并且有次趁春师傅和面糕兄弟打架，香果就不停吃，最后撑得躺地上一动不动。周围游客和保安都吓懵了，以为他嘎了。得知消息后，饲养员火急火燎的进去一看，才发现香果妹妹吃太多，撑得动不了。而杭州的奶爸奶妈更是把她当眼珠子疼。笋笋一根接着一根，还有熊猫专属茶泡饭，放了香果最爱的南瓜、苹果和竹叶等零食。别说是熊了，两脚兽看了都想来一口。端午节奶爸奶妈特地准备了美食佳肴。如果说春生的家宴一盘又一盘主打精致，那香果的这一箩筐果蔬绝对是主打量大。而平日里的果盘虽然没有这么好喝，但却有一大盘果蔬，种类足足有17种。不挑食的香果妹妹甚至连橘子皮都吃，果然小家伙长得没两肉都有迹可循。不过，当网友调侃香果都胖成地球仪后，饲养员却嘴硬说是夏天毛棚视觉效果了。果然没有一个饲养员愿意承认闺女胖。有时奶爸奶妈也想狠下心让她减肥，就让香果多吃竹子，少吃淀粉含量太多的南瓜。没曾想她扭头就去吃草麦草，还抬头望天一梦，熊熊我呀，没有南瓜就活不下去了，并且小戏精还时不时偷瞄奶爸的小窗。看到对方终于有动作后，兴高采烈的上前，可奶爸只是递来2根竹竿，没有南瓜和果果。香果真的一愣了，悲愤地把后背留给对方。看着闺女可怜巴巴的模样，奶爸心软了，立马给她拿了竹叶和美味零食拼盘。香果吃得心满意足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想必奶爸奶妈才是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吧。本以为巧克力熊七仔是地主家傻儿子，可人家早就悄咪咪娶了5个老婆，生了3个娃。大老婆正正，大耳朵小鸟型黑眼圈，浓眉大眼标准型美妞，人称郑贵妃。当初七仔和正正谈恋爱时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就算下着鹅毛大雪，他都会趴在窗口准时赴约。虽然这小子表面是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，但内心真正喜欢的就是正正这样的辣妹。自从看到脾气火爆的正正徒手劈树后，七仔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。成功把老婆追到手后，七仔还是会像个痴汉一样望着对方。两熊还成功育有一子，取名八仔，又叫菜包子，并且七仔在正正面前完全是个耙耳朵。每次老婆训自己时，怂怂的他一声不敢吭，就算是正正薅他的毛发，他也不敢生气。然而别看七仔这时候老实本分，但一点不耽误他背后勾搭别的大美熊。没多久，这小子又娶了2老婆猪猪，就是之前爬树翻墙准备越狱的那只。幸好猪猪比较听奶爸的话，乖乖下来。猪猪，猪猪，猪猪，来下来，猪猪。两熊育有一子，取名秦华，又叫小口罩。不得不说，七仔真是疼孩子，把墨都留给小口罩了。可即便有了孩子，也没耽误他讨3老婆。而老三正是金虎曾经的未婚妻勇勇。要知道，金虎对他可是格外喜欢。当初看到奶妈给勇勇录庆生视频时，金虎直接发挥话痨属性，甜言蜜语跟对方说个没完。可不知怎么最后惨遭七仔横刀夺爱，真是傻熊有傻福。虽然最后勇勇生下了孩子，但仔却不是七仔的，而是隔壁2郎的。伤心不已的他扭头娶了4老婆。那年13岁的七仔爱上年轻漂亮的安安，两熊成功入了洞房，还生了女儿全月。此外，七仔还有只心上熊，名叫梦梦。每天看到女朋友一露面，他就屁颠屁颠跑出去谈情说爱，趴在窗口变着花样跟人家表白。而梦梦也跟七仔两情相悦，他还曾隔着铁栅栏偷亲过对方，并且亲完后就一脸娇羞的走了，独留七仔在原地回味刚才的甜蜜。就是直脾气的七仔得罪了老丈人阿宝，这天阿宝只是教训了他几句，谁料不爱听的七仔直接隔着铁窗把老丈人的耳朵咬劈叉了。气得阿宝立马告诉闺女梦梦，七仔这小子六亲不认，不要再和他谈恋爱了。而梦梦也听老爹的话，任凭七仔在隔壁喊得撕心裂肺，他都不搭理。而七仔也不必伤心，相较于8岁的萌兰，还是开朗大男孩。有儿有女的七仔已经是熊生赢家了。程大妈妈带娃到底能有多懒？一开始程大还在尽责的给仔仔喂奶，然而母慈子孝的场面还没持续多久，程大妈妈的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。只见她一脸疲惫的仰天长叹，然后猫猫碎碎偷瞟了一眼外面，确定奶妈不在后，直接开始摆烂。程大丝毫不顾怀里正在喝奶的仔，嗖的一下直接躺到了地上。这下他是舒服了，可幼崽都快急哭了。喝不到奶的小家伙疯狂扑腾着小手，谁料程大竟闭上了眼，准备美美睡一觉，并且还很自然的把脚搭在孩子身上。仔仔不停挣扎着，程大妈妈才把脚抬起来，四仰八叉慵懒的打了个哈欠，然后准备进入梦乡。此时小家伙在旁边哼哼唧唧，想引起亲妈的注意，可程大理都不理，心想别耽误老娘睡觉。没曾想却被奶妈发现了他偷懒带娃。更搞笑的是，幼崽听到奶妈声音，似乎知道救兵来了，委屈的大叫着。程大这才不情不愿地把娃抱起来，放在怀里敷衍地舔了几下就松手不管了。原来在大熊猫的脸上真的能看到生无可恋几个字。
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偷懒带娃被奶妈抓住。这天，程大和幼崽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睡梦中的程大好像听到了脚步声，他连忙起身查看是不是奶妈来了。只见程大待在原地不停地观察，心想以前这个点奶妈都把盆盆奶端来了。一屁股坐在地上后，他守着眼前正在睡觉的饭票，然后程大一直望着奶妈会出现的方向，想着对方手中美味的盆盆奶，他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而经过了3分钟的漫长等待，程大才终于听到奶妈的脚步声，于是他赶紧抱起幼崽，假装在好好带娃，说不定奶妈看着自己如此辛苦的份上，还能把今天的盆盆奶翻倍。谁料程大还没把娃抱到怀里，就被奶妈无情拆穿了。见对方识破了自己的如意算盘，程大索性不装了，直接摊牌，立马丢下还没抱热乎的崽，奔向美味香甜的盆盆奶。可怜的娃就这样被他当作筹码交换了出去，只能说程大妈妈真的是靠子女过上了吃喝不愁的生活。眼前这只超大一坨的小熊就是肉姐，这体型说是别熊的妈妈都不过分。但别看肉肉个头大，脾气却特别好。由于小家伙整只胖乎乎，特别厚实，导致其他小熊都喜欢把它当成肉垫。这天，肉姐正在趴在地上感受天地之灵气，谁料却被小伙伴一屁股坐在身上，气得肉肉龇牙咧嘴，骂骂咧咧。但他也只是自己生胖气，绝不会动手。谁料转天他又被别的小熊当肉垫踩，只见肉肉都快被踩成松尸了。好脾气的他还是选择了默默忍受，虽然想握起拳头揍熊，但还是忍了。或许是因为没见过肉肉发脾气，导致所有要从他身边经过的小熊都要踩在肉姐身上才肯过去。有的小伙伴则是看着他软乎乎的，干脆直接趴在肉肉身上睡觉。而好脾气的肉姐顶多也就翻个白眼。不仅如此，被其他小熊胖揍时他也不生气。这天，弗莱和肉肉在木架上大打出手，被完全压制的肉姐一开始还反抗，但眼看打不过他就赶紧溜了。而除了脾气好，肉肉还特别爱美。当他在木架上玩时，看到眼前漂亮的花花，肉姐用嘴巴轻轻摘下一朵，凑在鼻子边闻了闻，然后小手拿着花开始往耳朵上戴，可戴了好久都没戴上去，最后花花还掉了。肉肉一脸失望，扭头又摘了一朵，但这次他没往耳朵上戴，而是直接吃了起来。最后肉肉趴在木架上，一直在欣赏着美丽的花花，毕竟哪个女孩子不爱美呢？而为了管理形象，肉肉还曾拿着抹布擦过脸，可就是这抹布比她的脸还脏。只见肉姐一直在脸上抹来抹去，面对眼前美味的笋笋都不吃一口，最后成功把自己擦成了小棕熊。可以说只要不抢肉肉手里吃的，肉姐都是一副温柔可爱的模样。而所有小熊也都清楚这一点，因此每次到了饭点，从不会出现你争我抢。只见肉肉坐在小伙伴们的前方，就像接受群臣跪拜的大姐大女王。可就是奇异没意识到这一点，嘴馋抢了肉肉嘴里的小苹果，最后被肉姐抡圆了胳膊揍出了狗叫。只能说千万别惹肉姐发脾气，否则就会知道拳头能有多痛。如此可爱的肉肉，网友们爱了吗？